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偷偷想过，但可能不太好意思问出口的哲学大哉问。这个问题其实很根本。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个全知全能、完美无缺的上帝，或者说一个宇宙的创造者，那为什么他创造出来的产品，也就是我们人类，却是这么的 bug 一堆？我们充满缺陷，很容易犯错，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无知的状态。这背后的矛盾其实已经困扰了东西方的顶尖大脑好几百年了。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法国那位超级有名的哲学家笛卡尔，在他那本经典的《沉思录》里面非常尖锐地提出来的。他直接就问上帝明明可以让我不会犯错那为什么我会犯错，居然会比我不会犯错来得更好呢？这不只是一个很抽象的哲学思辨它其实直接戳中了我们每个人的痛点，对吧？我们从小到大一定都想过，为什么学习这么累为什么考试就是会写错？如果上帝直接把所有知识像灌软体一样直接安装到我们脑袋里，不是超棒的吗？那在我们深入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个类比，这会帮助大家更快进入状况。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无知问题，其实跟哲学界另外一个更出名的问题叫做邪恶问题，根本就是双胞胎兄弟。邪恶问题问的是，如果上帝是全善的，充满爱的，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地震、海啸、战争、疾病这些可怕的事情存在？而我们的无知问题就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为什么他会允许无知这种认知上的缺陷存在呢？你看，这两个问题的逻辑结构是不是一模一样？他们都指向了那个神性的完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之间那道巨大的鸿沟。为了回答这么棘手的问题，哲学家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嘛，他们就发展出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知识论神议论。我知道，这个词听起来超级学术，感觉可以直接劝退一堆人。那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其实超简单。Theodicy 神议论，意思就是为上帝辩护。想象一下，上帝是个公司的 CEO， 现在公司出包了，神议论就是公关部门出来开记者会，跟大家解释说，我们 CEO 这样做其实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啦。那 epistemic 就是跟知识有关的，所以整个词合在一起，基本上就是一套理论，专门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完美的上帝不直接送我们标准答案，而是要让我们在充满错误跟困惑的世界里自己摸索。好，那历史上这些超级大脑们是怎么来解这道题的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重量级的答案。这个观点来自西方思想史上可以说影响力数一数二的人物圣奥古斯丁，而他的解释说实话真的相当震撼。奥古斯丁这个人他看事情的角度真的非常硬核。你看他怎么说，他认为无知这件事根本不是中性的，不是我只是刚好不知道这件事这么简单。对他来说，无知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甚至是一种罪。它代表了我们跟真理、跟上帝处在一种断线的状态。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很愚蠢，在奥古斯丁的观念里，这不只是智商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灵魂层次的问题。哇，这真的是很重的说法，对吧？那这种与生俱来的缺陷是怎么来的呢？这里奥古斯丁就提出了神学上超级有名的自由意志辩护。他的论点是这样的：上帝一开始创造的亚当夏娃是拥有完全自由的，但他们滥用了这个自由，选择违背上帝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原罪。这个选择就像是系统的 root 权限被植入了恶意程式码。从此以后，所有复制出来的作业系统，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就带着这个 bug。所以我们的无知，我们学习的困难，我们在道德上的挣扎，其实就是对那个最初错误选择的惩罚。这也导致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堕落的意志，会让我们宁愿去追求那些眼前闪闪发亮，但其实很短暂的东西，像是金钱、权力，而忽略了那些真正永恒的善，也就是真理。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聪明的观众已经想到了，阿修，不对啊，就算我们现在的无知是惩罚，那
最一开始的亚当跟夏娃呢？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犯罪，所以惩罚这个说法在他们身上根本讲不通啊，对吧？那上帝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他们拥有完美的智慧，这样他们就不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了吗？对于这个质疑，奥古斯丁的回答也超有意思。他说，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善的，但并不是完美的。他们的本性本来就是有限的，这就有点像是你买了一台 iPhone SE， 它是一台好手机，对吧？但你不能抱怨它为什么没有 iPhone 15 Pro Max 的长焦镜头，它们在设计上定位就不同。奥古斯丁认为，在上帝的创造秩序里，万物各司其职，各有其位，人类有其价值，但本质上就不能跟上帝自身的完美相提并论，所以上帝并没有义务要赋予人类所有可能的完美。好，看完了基督教的观点，我们接下来换个频道，来看看犹太教的哲学家是怎么想的。这位中世纪的哲学家萨尔蒂亚加昂，他的角度跟奥古斯丁的第二个论点有点像，但发展得更完整、更系统化。萨尔蒂亚的核心概念其实很直觉，他说：问题就出在我们是被创造出来的，只要你是被造的，就一定有极限，因为上帝是永恒的、完美的创造者，而我们是被创造的。这就像是人造的机器，永远不可能比创造它的工程师更根本。我们不像上帝可以瞬间完成所有事，我们做任何事情，包括获取知识，都需要时间和过程。这就是我们身为受造物的出场设定。他这个描述真的超有画面感。他认为我们的大脑不是一张白纸，反而比较像一个预载了一堆混乱资料的硬碟，里面有图片、有声音档、有各种破碎的文字档，全部混在一起。而我们人生的任务就是当一个资料科学家，用理性这个演算法，慢慢的去清理、分类、标签这些资料，把清晰准确的知识从这一团混乱中萃取出来。这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怀疑到确定的漫长旅程。而且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萨尔蒂亚把克服无知的责任还给了我们自己。他认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所有必要的工具了， CPU 也就是理性，跟各种感测器也就是我们的感官都给你配到顶了。如果你最后的资料库还是一团乱，那你不能怪原厂，只能怪你自己这个使用者是不是太懒了，或者操作方法根本不对，不够严谨，不合逻辑。所以克服无知是我们自己的功课。好，前面两个答案虽然来自不同宗教，但都还在同一个大的文化框架里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三个解答，哇，那真的是完全不同次元的思考方式了。我们把镜头从西方拉到古老的印度，来看看耆那教的思想家乌玛斯瓦蒂是怎么看的。这个观点真的超级有意思。耆那教有一个核心的哲学概念，叫做非片面论。这个理论你只要记住一个故事就好，就是我们都听过的盲人摸象。故事里每个盲人都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有人摸到腿说大象像柱子，有人摸到尾巴说大象像绳子。他们说的都没错，对吧？但如果他坚持自己摸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大象的全度，那他就大错特错。这个坚持己见，在耆那教看来就是无知的本质。他们认为终极的真理就像那只大象，是复杂多面向的。所以耆那教对无知的诊断就是问题出在视角。你看，这是不是解释了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争吵？不管是政治上的左右派之争，还是网络上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耆那教就会说，你们都只是摸到大象的某一边而已啦。大家都只看到自己想看的，把自己有限的角度当成了完整的真相。而这种执着不是开玩笑的它会产生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就是所谓的业力，把你像强力胶一样紧紧地粘在痛苦的生死轮回里面，无法解脱。好，我们到这边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你看，同样是无知这个问题，却产生了3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奥古斯丁从神学出发，说它是原罪带来的惩罚，是一个道德问题。萨尔蒂亚从哲学出发，说它是受造物的限制，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而乌玛斯瓦提从东方智慧出发，说它是视角问题，是一个认知上的问题。一个是惩罚，一个是限制，一个是视角。这充分展现了人类思想的丰富性，真的非常有意思。
好的，重点来了。接下来这一段是今天整个分享的最高潮。我们刚刚分析了3个，听起来好像南辕北辙的解释，对吧？基督教的、犹太教的、耆那教的，但你马上会发现，他们其实通往了同一个，而且是相当惊人的一个结论。这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源自于一种叫做理智主义的哲学立场。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正面，但他的主张其实非常颠覆。他说，所有的坏事，所有的邪恶，追根究底都不是因为人坏，而是因为人笨。我再说一次，邪恶的根源不是恶意，而是愚蠢。他的逻辑链是这样的，大家可以跟着看一下。第一步，一切都始于无知，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真正的好。举个例子，你不知道每天喝含糖饮料对身体有害。第二步，因为无知，你的判断就出错了，你选择了喝可乐的短暂快乐，放弃了喝水的长期健康。第三步，你每天喝，拼命喝，这个追求次等善的过程，最终导致了糖尿病、肥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恶果或罪。你看，整件事的起点不是你这个人有多坏，而是你不知道喝可乐的真正后果。所以这就是最关键的那个啊哈的时刻。对奥古斯丁、萨迪亚和乌玛索瓦蒂这些古代的思想家来说，无知问题和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邪恶问题根本就是同一个问题，它们是一体两面。无知就是邪恶的根本原因，只要你解决了无知，邪恶就自动消失了。这是不是跟我们一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总觉得邪恶是意志力的问题，但他们认为不，这是知识的问题。好，那了解了这些几百几千年前的哲学，对我们活在2024年的现代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这边呢，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超级有启发的观点，可以称之为一个巨大的翻转。这个翻转呢，我觉得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非常有帮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在前现代世界，也就是我们今天谈的那些思想家所处的时代，他们搞宗教的态度反而常常是比较谦卑，带有怀疑精神的。他们会不断强调，我们人类的知识在上帝面前是多么的有限，人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反而当时的科学，主要是指亚里士多德那套哲学体系，是非常独断、非常有自信的。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从几个绝对的第一原理出发，推导出整个宇宙不容置疑的真理。可是你看现在是不是整个反过来了？现在的顶尖科学家反而会跟你说，我们知道的还很少，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最好的解释，随时都可能被新的证据推翻。而宗教反而常常被某些人认为是教条的、确定的，要求信徒做出信仰的逾越，不要去质疑。这个角色互换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大翻转。所以这趟哲学之旅的最后，也把我们带回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是像 AI 一样能够储存和计算所有的正确答案，还是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深刻地体认到自己知识的极限，并且在那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的谦卑中不断地去探索？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也留给荧幕前的你自己好好思考。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如果上帝是完美的，我们为何充满缺陷这个大哉问出发，深入探讨了历史上3种对无知的解释。第一是奥古斯丁提出的惩罚论，认为我们的无知来自于原罪，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第二是萨迪亚的极限论，他认为无知是我们身为受造物的天然限制，是需要透过努力去克服的过程。第三则是乌马斯瓦提的片面论，他认为无知来自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只看到了真理的一部分。而最关键的洞见在于，这3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家，最终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无知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就是所有邪恶与苦难的真正根源。这个理智主义的观点，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善与恶、智慧与愚蠢之间的关系。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